我现在老挝最南部的四千枚岛，今天准备返程了。今天呢，等一下去看一个世界遗产——印度教的神庙遗址，也是老挝第2号的世界遗产。之后下午呢，会赶到巴色。先去吃个早饭。湄公河的鲶鱼，天活鲶鱼 ，Hello。然后这边是卖衣服的。继续来一碗美味的老挝米粉，3万块钱。卖鱼的，湄公河的河鱼，都是野生的小鲜鱼。湄公河大鲤鱼，活的鱼，全是野生的，野生的小鱼。湄公河金鲜鱼。旱季，地是干的，牛啊就在田里散步，还有白鹭相伴。老挝当地的长途客运大巴。显示啊，这里边有一个村子，应该是少数民族车库，2.3公里，所以拐进来看一下。哇，这个路啊，真的是土路，到了雨季啊，这个就是全是泥啊。幸好没车，来个车啊，就全部都是灰啊。哎呦！慢点看，这和我小时候40年前老家的路差不多。老挝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，所以乡下还是挺原始的，手扶拖拉机。鸡蛋花，刚才在这里喝了2杯红牛，他们告诉我那个村庄太旧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所以说，怎么说啊？进去瞎兜一圈吧。
啊，这个是原汁原味的老挝乡村风情啊，兜一圈看一看。这里的人非常友好，虽然语言不通，但是借助于谷歌翻译，能感觉到他们的淳朴。手扶拖拉机，好酷。Hello。哇，这里还有这么大的仙人掌。这里有一个村庄的地图，和当地的一个女的比划了半天，我大概明白了，我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，洗手间这个位置，这里有一个 Wood Carving Workshop， 我刚才给他指了指，我看看他们这是干啥的啊？哦，我看面具啊。就是他们传统的面具，他们的面具，手工制作的面具。小竹篓，木雕的牛头，这也不知道是啥。估计是他们的什么吉祥物之类的。木头的面具，这个是做的埃及的法老像，这边是佛像。这边吸水烟的。各种各样的面具，当地的小朋友也在刷手机，估计是在刷抖音之类的。Hello， 你看，光顾看视频都顾不上理我。小朋友在专心的看动画片。村庄里的房子都是木房子。个别富的人家是砖木结构的房子，一般都是2层，下面这层呢用来堆放杂物，上面是住人的，这里估计还养了鸡啥的之类的家畜，每家都有个狗。这个老人家把他们家的面具也摆出来了。椰子树上面结了好几个椰子。老挝式的摇篮，宝宝躺在里边，好可爱，2个但不是双胞胎，是2家人家的孩子。这里还有个宝宝。都是几个月大的小宝宝。2个摇篮，每家每户都在做木雕，这家也有。这边可以看到，差不多的也是面具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神像。这个木雕是不是他们古代仿仙用的呀？还不知道。密林里边木材是很丰富的。卫星天线。萨瓦迪，小朋友给我打招呼了。传统的木屋。
架子上晾着锅碗瓢盆，这个应该是他们的厨房。这家的木楼，主人在下面带孩子。我刚才和他打了手势，我说我上去看一下他这个房间。他说可以的，我们就不进去了，就上去看一下。睡就是睡在凉席上面，席地而坐。圈起来的可能就是不同的年龄层，然后里边有个电视。整个的一个小木屋，上面是石棉瓦。我看到有的石棉瓦上面还有缝，到了雨季的时候就要漏水了，他到时候要换新的石棉瓦了。老挝有的人还真是蛮穷的，不发达国家。这个到了旱季，我觉得真的很容易着火的。几个月不下雨，天干物燥，这里有一个废弃的雕花的亭子，木雕非常漂亮，精美的木雕大象。这几个大象雕的惟妙惟肖，柱子上也有树叶的藤类的雕花。这个是人的雕像。这边各种生产生活的雕像，非常精美。后面也是精美的大象。好漂亮！非常原始的村落，非常精美的亭子，就是荒废了。应该是个富裕人家，房子造得非常好，很新。芭蕉树，衣服直接晾在栏杆上。这是他们搭的休息的凉亭，都在树下面。野生的马蜂窝，这个好大。这家外面摆了个桌子，应该是一个餐厅。
还有啤酒箱。小朋友看到我直笑 ，Hello。这里养了鸡和小鸭子，一只鸡，一群小鸭子，可爱。手扶拖拉机拉了木薯。สวัสดี哦，耶，这是木薯。黑鸭子。铁锅。村庄看好喽，准备出去了。终于离开土路，又回到13号国道上了。